Hello，大家好，我是 Tommy。今天这集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在上个礼拜我去做了量子催眠，而我在量子催眠中我看到的前世以及我学习到的事情。那总共在量子催眠上我看到了3个前世，那等一下会讲的是其中一个前世，然后另外一个前世呢，它比较黑色一点啦，所以我放在 Podcast 里面比较不会有 YouTube 的审核这样子。那因此今天这集我们就要开始，第一个就是我等一下会讲到的前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的前世吧。好，那我们在量子催眠之前呢，一定都会把自己有的疑问或是疑惑先提交给催眠师，然后跟催眠师好好的聊一聊，让催眠师知道怎么引导我们要怎么去讨论探讨前世嘛。因此，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其中一个部分的前世，是我带的一个议题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的隐忍跟妥协、迎合、主动配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过年那段时间听我到 Podcast 的第6集有说到，就是我很容易主动的配合跟隐忍。我原本想要自己出去走走的，但是我妈说不行，然后我就好。那我原本想要去爬山的，我妈说不行啊，或者是我会觉察到哦，现在要1点了耶，我们还是先去吃饭好了。那我就只能先去永安渔港。就是我很容易主动1秒钟的主动的配合他人，而且会主动的合理化他人的行为，帮他人找借口开脱。然后我很喜欢就是配合他人，以大家为准这样子。可是有时候这个已经让我有点不舒服了。为什么我不能说做我自己呢？为什么不能有我自己的主张呢？等等的，这是关于这个一部分的议题。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发现其实我会很在意他人的眼光，而且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是我在 YouTube 上露脸讲这种通灵的事情，我觉得没什么。可是我在公司的时候跟同事说我会这个，我超害怕的欸。然后就像是我如果在一个大自然的公园里面，我可以赤脚踩着草地，然后躺在草地上，这是没问题。但是相对的，如果你要我在公园里面赤脚在那边做气功的话，我会不敢。就是我其实很在意他人的眼光，但是我在意的那个点让我很不懂为什么。最后就是我发现，其实我讲话会很含糊的不清，然后不知道大家听的应该蛮辛苦的，因为在YouTube 或者 Podcast 上讲话，其实又很快又含糊不清，然后又没有字幕的话会听不懂。那我发现我会有这个状况，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3个议题啊，都跟等一下会分享的第一个前世很有关系。那等一下的做法就是我会像通灵一样，只是我会放松我自己，然后让前世的我自己出来跟大家分享他是谁，以及会用催眠的时候，催眠师引领我的那个时间点，去让大家知道，慢慢知道这些全貌。那这些反正大家等一下就知道了，那就让我开始准备咯。哦，前情提要一下，这一个前世是一个智力停留在7岁的一个男生，然后所以他在讲话或他的肢体动作上可能就会就是像现在这样有点卡顿的方式。因为他想讲很多很多，或者讲很多内容，可是他就会卡住。那等一下要让他出来，让我的前世出来讲话，他就会类似这样的方式去讲话。那当然，对于我一个是完美主义，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状况的我会尽量放手，让我的前世自己出来，好好的跟大家说当时他经历的种种这样子。对，那所以请大家不要介意，就是他的设定，他出生前计划就是他是这样的设定的。好，那我们就开始通灵喽。
好，那首先催眠师会引导我进入催眠的状态，那我这边是自己一个人带入那个前世的状态，所以我这边就会自己直接通灵的方式这样子。那实际上，请大家还是要跟催眠师合作。嗯，好，那稍等我一下哦。好，现在我进到催眠的状态了。首先，我看到的画面场景，我在哪里呢？呃，我感觉是在学校，学校的保龄球馆，学校的保龄球馆里面，哦，就是有学生可以在这边玩保龄球，然后来练习保龄球的一个保龄球馆。我的身份是，我坐在地上擦着球，然后这里是一个阿姨开的店，嗯然后我在这边帮忙，阿姨就是她在柜台收门票钱，然后我会提供球啊、鞋子啊，带领他们到第几道去，然后时间哦，1970差不多，当时的地点也是台湾，1970的台湾，然后是保龄球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嗯，我小的时候被丢掉了，我阿妈不要我，我阿妈丢掉我了，因为我身体智力发展有残缺，我2岁多就被丢掉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爸妈，我的智力一直都停留在7岁，讲话或发音或者是讲话就是断断续续的，我就只停留在7岁，但我身体持续长大，有人帮我送到机构去，在机构有人会照顾我、爱我，给我吃的。可是机构机构没办法一直养我，他要我要养自己。机构会跟保龄球馆或者是不同的球馆或是不同的机构合作，然后会派我们这些，我不说自己有问题，会派我们去有就是去可以工作养活自己。那我后来试过了面店，我试过了很多地方，但是老板不太喜欢我，所以后来
我就来到了这个开头的保龄球馆，然后在保龄球馆要做的事情其实就很简单，擦擦球，擦擦地板，擦擦提供鞋子，然后都是学生，都是年轻的学生，就是跟他们一起玩。可是他们会欺负我，会霸凌我。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是欺负还是霸凌。他们会围绕在我的身边，然后拍拍我的爆炸头，然后他们会抓我的头发啊，拿我的头去撞球瓶啊，他们就会在那边恶搞我，欺负我。可是我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后来就会觉得不舒服。他们为什么都在欺负我？然后边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也要捏我、打我，或者要把我裤子脱下来，看我的，对，看我的鸡鸡，我就不舒服。我想要跟阿姨讲，阿姨是老板，我想要跟阿姨说，可是阿姨不敢怎么做，不知道该怎么办。要跟他们讲把他们赶走吗？不行啊，这样会没有争议啊，因为这边呢就是靠这些学生们拉着学生们来的。如果把最主要的学生们都赶走，就会没有生意，那他就要把我丢掉了。可是不赶走我，不赶走他们嘛，我就要一直在这边被他们欺负。所以阿姨每次在被我被欺负的时候，都躲着不敢看，偷偷在哭泣。她觉得都怪她不能保护我，可是她不能保护我，她好自责。可是我后来就觉得没关系啦，算了，反正有生意就好了，反正没关系啦，算了。然后我就一直跟这个阿姨生活，活了20几年后，我已经39岁了吧？哦，39岁的时候，阿姨生病了，阿姨生很多的病，她快不行了。这间保龄球馆也很旧很破了，没有什么人会来。阿姨其实就很放不下我，她不过丢下我，我要去哪里？可是她身体已经不好了。有一天，她就救护车载走她，然后就再也没回来了。我也不知道那叫死亡，我就只知道我没有再看到阿姨了。然后有人带我去他的灵，我不知道那是灵堂吗？反正就是那个电尿，对，就是
电吉他的地方吧。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在干嘛，为什么他不在了？但有个他的照片，然后有一些人在这里，这些人都是我以前看过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哦，有人跟我说阿姨死掉了，以后我要靠自己了。阿姨死掉了，什么是死掉了？什么是死掉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开始就会变得，我要靠自己经营这家保龄球馆。可是保龄球馆又旧，而且又破烂，然后没有什么人会来这里。我原本住在这里的，因为我们缴不起租金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租金了，但我因为我缴不起钱了，我一天就要搬走了。啊，我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去哪，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一直到阿姨以前会带我去隔壁的卤肉饭的饭店，我就蹲在门口，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们最常去那间卤肉饭吃饭，他阿姨都会喂我。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吃饭，或他有在训练我自己吃饭。然后我不知道我在这边要干嘛，我要去哪里？卤肉饭的饭店有一个是主厨或是一个大厨，他比较不讲话。然后有一个是阿姨，也是招待，就是接订单，然后赚钱的阿姨。赚钱的阿姨想要赶我走，对，他们其实是想要赶我走，因为我在这边门口，我又不做事情，又脏脏又臭臭，会影响到他们的订单。可是他们当然知道我的状况，他们跟我说：“你不要在门口，我带你去公园，你在公园待着。那我们营业结束后，我再带东西去给你吃，不然这样人家会不想进来。”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不想进来，所以有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不能在门口，阿姨就会泼水，然后赶我走。然后我现在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我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就先到其他地方去好，就随便乱走。那阿姨跟叔叔都会很快去找我，他们一两点没有生意的话，就赶快去找我，路边赶快去找我，然后把我带回来，给我吃的，给我喝的。他们对我很好，可是我会觉得我不能一直这样给他们照顾，对他们烦恼。他们对我很好，我就会觉得我也想要做点什么感谢他们，就像是保龄球馆，我也可以为阿姨做点什么一样。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要去帮忙，我想要去帮他找钱，结果阿姨以为我要偷钱，我根本不知道钱是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帮忙，我不知道我要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好爱他们，可是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所以有一天我就决定好了，我要离开这里，我不要在这里。他们给我太多了，我会把他们拉下来，我是他们的重担，我不要成为他们的重担，所以我就随便上一辆公车，随便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也不知道那里是哪里，那里是什么，只是我就随便在路边蹲着，随便在路边蹲着，在路边做自己，然后有人就给我饭，有人就给我菜，可是有人会给我钱，可是为什么要给我爱、给我钱、给我饭？可是如果我肚子饿的时候，我也会肚子饿了，然后去蹲在一家饭店门口，一直蹲着蹲着蹲着，他们就会给我吃的，所以我自己在街头我不会饿死。有时候会有一些流浪汉的哥哥们，他们会带我去乞讨，他们会带我去领那种社会救济的食物，或是去睡那种社会救济的地方，或者是他们会带我去抢地盘，抢今天晚上睡的地方。我就在到处流浪，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到处活着，到处流浪，然后很多人会保护我，我不知道那个是保护，所以我就跟着他们走，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直到最后我我身上插满着玻璃的碎碎，然后我躺在路边，我被搬上救护车，我要死掉了。我我知道我要死掉了，因为好痛，好痛。当时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要死掉呢？因为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帮我，他们存了很多钱，为了我存了很多钱，像是保龄球馆的阿姨啊，或者是他们都希望我把钱好好管好，有人可以给你吃的。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一直要叫我好好管，好好保存？所以有人看到我的这个钱，他就想抢。然后一直保护我的大哥，他就不行，你不能抢。然后他们两个打架，然后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打架，他们在干嘛？互相拿酒瓶在斗殴，在干嘛？我就去中间，你们在干嘛？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就被刮到，就重伤了。可是我才知道我要死掉了。可是我一直这样受伤，躺在路边躺了好久，因为他们都担心我们没有钱要怎么住院。
可是又看我在那边很痛苦，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没有钱，他们都是我的流浪汉的哥哥们，他们就有时候会偷偷想办法帮我募款，想办法帮我叫救护车，想办法帮我筹那个救护车的那些住院的钱。然后直到后来，我被搬上救护车开始治疗插管，或者是对插管放上呼吸机。我现在在干嘛？我要死掉了吗？然后那一刻我才知道，哦，我要死掉了。唉，然后我就死掉了。那死掉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的感觉什么呢？我觉得好痛苦哦，我好不喜欢这一世哦。好痛苦哦！路边很多人就歧视我，会白眼我，然后会会会会扁视我，会踢我，会赶我走，觉得我很恶心、很脏，然后我会觉得好痛苦哦！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爱？我觉得我不被爱，我觉得我在这一世都好痛苦，一直不断的在痛苦。为什么我好痛苦哦？我不被爱，我都在被排挤跟伤害，我好不舒服哦，我好需要好多的爱哦。我不要再去人世间了，好痛苦哦。我好想可以表达我想说的话，但我说不出去。我明明可以说好的，可是我说到一半，别人就不听我讲话了，我好痛苦哦。我不想要再到人世间去了啦，所以我就选择去中世纪。我也忘记是多久了。中世纪中国的女生大概有明朝吧，去到明朝的时间，然后都去成为他的小孩。那是明朝，中国明朝，还是宋朝，反正就是很久以前。然后我去投胎到那里，成为他的小孩，成为一个女生的小孩。然后我去投胎到那里，我成为胚胎的时候，哦，我就感觉很合一耶。我跟我的妈妈是合在一起的，她无条件的就是爱我，她会很爱我，我会一直都被爱的，让我重新体验到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爱的。可是我不想要出生啊，出生就会很痛苦。出生就会好不舒服，所以我就决定好，我不要出生，我不要出生。那我在满月的快10个月的时候，我就流产，没有，我把我妈妈一起带走了。我跟我妈妈一起，我妈妈难产而死，也把我带走了。啊，我不想要这么做的，可是我也不想要出生到那时候的地球，我只是想要体验爱，被爱的感受。
我就会觉得好愧疚，因为我想要被爱，又不想要出生到地球，所以我就用难产的方式把他也带走了。实际上是他也不想活了啦，所以我们就会安排好我们要一起死掉。他不想活在那个传统世界，我也不想，我也不想，我也不想出事，所以我们就难产就死掉了，又回来了。大概就先这样吧。好，好，谢谢前世的分享啊。重新经历一遍前世的画面，真的啊，对，好。那我想问前世，请问，或者想直接问搞我好了，这个前世跟我现在这世的关联是什么？它如何影响到我？以及这跟我一开始提问到的，为什么我总是隐忍、妥协、配合，跟在意他人眼光，跟讲话含糊不清，这个的关联是什么呢？好，好，现在机会来搞我了。好，为什么我当时量子催眠让你看到这一世呢？因为你这一世的家人，现在这世的家人，跟刚刚那一世7岁智商的那一次，其实是一样的人，只是换了不同角色而已。所以我们会希望你回去七岁那一世，去看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做了什么，他们怎么对你的，然后来看看现在的你。好，然后那我要怎么知道当时的家人跟现在家人的关系对照呢？好，我们让7岁那世的前世来讲好了。好，好，现在我又回来了。七岁的时候，我这只有七岁智力的我，其实我身体是成人了。我一开始，我跟我的阿公、跟我的阿妈、跟我的爸妈，我们不熟，我不认识他们。可是他们出生后让我有这个身体。到机构里面的人都是我的家人，只是我们这次关系没有那么深，我就先跳过。我们首先来到保龄球馆，保龄球馆的那个阿姨啊，其实就是我这次的妈妈。她一直都很内疚，她内疚，她没有照顾好我，她为了生计要让我被欺负，所以她总是在他们走了后偷偷帮我擦药，然后偷偷帮我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她就是我妈，就跟现在的我妈一样。现在的我妈，她也会觉得她没有做好，她没有照顾好我，就会跟我说对不起。比如说我这次也是早产，然后也是头脑开刀，有先天上的疾病，她就又觉得都是她的错，她不该这么做的。她就像以前的她一样，都觉得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这么做。可是她根本一点错都没有啊。所以我妈妈，也就是那个保龄球馆的阿姨啊，她就会一直在为我存钱，她一直都在为我存钱。她知道她一定没有办法活得太久，她如果直接离开的话，我会没办法活下去，她会这么觉得。所以她所有赚到的保龄球馆的钱，她都全部
想办法帮我留下，而且他一直在教我，一直每时每分都在教我怎么运营这个保龄球馆，因为他很怕我会活不下去，他知道他快活不了了，他最放心不下就是我，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就会对我很好，然后会有点批评我、谩骂我，叫我你要人家欺负你的时候，你要保护自己啊。你可以跟你可你我不方便跟他们讲，可是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他都一直很要求要训练我，要求要我，然后当我又被打又被伤害被霸凌的时候，他就会好了，我帮你擦药了，啊没事啦，抱抱啦。对，其实我已经20几岁了，十几岁了。因为她其实就是我现在的妈妈，她对我的关系就跟前世是一样，就是还是会很关爱我，可是又会骂我，你怎么这么没用？你不会好好保护好自己吗？我要怎么？我要保护好我自己啊啊！所以我每次就会很难跟她讲话，我跟她讲话就是很难讲，她就不好讲不懂。可是我知道她是爱我的。所以我跟他生活了快20年。嗯，就是换我生了3尾的我。其实我妈就是这样子，就是呃，因为我的头脑开刀嘛，所以就是她一直在医院陪我，然后她一直在医院跟着我，然后又觉得是她的问题啊。她出生的时候因为早产打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激素，可能都是她的问题，她的影响啊。然后她从小就很凶的对我，然后要求我要，反正就是很多就对了。然后就觉得他好像就跟之前的他跟现在的他一样，只是一样爱我，只是用的方式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用很凶的方式，或者是对对，没错。然后嗯我想想看要讲什么，先讲好。那我们想问前世的是，那些保龄球馆欺负我的那些人是谁啊？保龄球馆有一些常客，特别会常来的常客，他们在欺负我。他们其实是我的这一世的高中同学，我的高中同学们太多人了，他们一群一群来的。他们为什么会一直来呢？其实他们也很担心我，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保龄球馆没有什么生意，他们怕我活不下去，怕我跟这个阿姨活不了，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他们其实也是翘课的学生，然后翘课后他们又没地方去，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就会来找我玩。他们觉得就是跟我玩而已，不是在欺负我啊。然后我们要教你要保护自己啊，我们跟你玩而已，可是有时候就会玩到受伤了，或者他们觉得很好玩，是在拿我的头去撞保龄球瓶，可是我不喜欢，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都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他们很爱来这边，因为如果他们不来，这间保龄球馆就没有生意了。他们都很担心我，很担心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活下去，所以即使他们已经不想打保龄球了，或是今天就是不想要玩，就是翘课后不知道去哪里，但就是不然又可以去哪里？然后经济上可以花得起，就是保龄球馆。然后阿姨也知道啊，阿姨也是知道的，只是没有办法。
就只能让我跟他们玩，因为他知道阿姨知道他没办法保护我一辈子。嗯，唉，换回我了，我就会感觉到他们很多的爱耶。其实我当时死掉的时候是说，我觉得我不够被爱，我不够，我不被爱。可是我后来回去读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好爱我，那些欺负我的人，他们霸凌我的人，可是他们还是一直来这家店呢，因为他们怕这家店没有生意了，没有客人了，就会养不活我了，然后就会一直来我们这家店，然后跟我玩，或者是用他们觉得是好玩的方式跟我玩，可是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对，就是觉得这也是爱，只是当时我的觉得这不是爱，这是在欺负我。对，对，然后就觉得高中同学真的很感谢他们，那这是保龄球馆，对，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是隔壁的卤肉饭店的阿姨跟那个老板，老板通常都是不讲话，可是他都会把一块特别好的卤肉留下来不卖，特别就是不卖，即使有人饿了要吃那块卤肉，就是不卖，他都会先把肉准备好要给我，然后阿黑的话，他也知道啊，因为他们两个的小孩都不在家里了，就是他们在维护那间卤肉饭店。可是他们也看到有小孩会怕我，所以是小孩会怕我，不是一般成年人小孩会怕我，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只有赶走我。可是他们可能营业到1、2点，1点多就会赶快去找我。然后这个阿姨，那个卤肉饭店的阿姨是我的三阿姨，然后卤肉饭店的老板会帮我留肉的是我爸爸。那我想说什么吗？我爸爸的话，他会很默默的关心，默默的付出，什么都不讲，然后默默的就去做了。然后他会牺牲他自己。他明明可以把那块肉卖掉去赚更多钱的，或者是他不需要留，他可能可以一直经营到4、5点啊，可是他通常顶多1、2点就关门，然后赶快去准备打包好一大盒的肉跟菜跟饭给我。他就是像这样一直默默的关心我、爱我，然后他什么话都不讲，就跟我之前的爸爸一样，然后默默的关心。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爱，我也觉得他讨厌我，他们都很凶，然后我觉得他讨厌我，他叫阿姨来泼水赶我走，所以我不喜欢他。可是其实回到灵魂死掉后，我知道他其实是很爱我的，只是为了他的生意，他也没办法。对啊，那我的三阿姨呢？这次的三阿姨，她其实是也很爱我、很关心我的，然后她不知道怎么对我，怎么说呢？她其实觉得她不需要这么对我这么好，因为她也没有义务要养我。可是她就会放不下心，如果她有能力，她就会我再多盛一碗饭给你吃。你身体这么大，你需要吃饭啊？你要不要再吃什么东西？我这边还有，比如说豆腐啊，什么卤蛋啊，他就会放不下心，但是他又觉得他不需要这么的对我这么好，然后他就是这样子一这样对我啊，因为就让我想起我这次的张阿姨啊，就是也是像这样子，
因为我每次去他们家，他们家都准备很多零食，然后很多很多的饼干，然后又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你要不要吃什么，你要不要吃什么。然后因为我妈很严格嘛，然后以前小时候去三阿姨家，就是她是很放松，去那边就可以打电动啊，干嘛的，就会觉得在那边获得了喘息。然后我也不需要吃什么东西，就会感觉到跟之前的互动模式好像，很像很像。对，好，那为什么我决定要离开？其实是因为高我决定，高我说不能再依靠他们了。虽然我离开后，我的对他那个旅游饭店的阿姨跟叔叔又去报警，然后一直到处去找我，可是，对，我们就安排要往其他人去认识其他人，所以就不会再依靠他们。这是高我安排要走，对。所以后来，那我去当游民的时候呢，其实我有时候当游民的时候，有些人，我在路边睡觉啊，然后在路边坐着的时候啊，有人就会买便当放到我前面，可是我明明不太饿，那当然也有人会趁我很饿的时候买便当给我，可是那些都是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其实就是一直都感觉到被爱，可是那是我死掉的时候，我还是不懂爱是什么，所以我就会觉得没有人爱我。我想要的爱是怎样这样的？对。那我们在当游民的时候，不是会有保护带我去找吃的大哥啊，带我去占领睡觉的地方的大哥啊，我记得好像有几位大哥。嗯。好，那前世来说，总共会有3位大哥一直都保护我。其实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大哥来保护我啦。那一开始的时候的大哥来保护我的是，我们有分前期跟后期要死掉的时候，前期的是我的叔叔，小叔叔，他就会，他明明自己都顾不好了，但他就会就跟我爸爸蛮类似，就默默的先让我吃饭，先让我吃东西，先看我吃的笑容，然后他就其实他自己没有吃够，没有吃饱，他也让我吃，对不对？对，那后期他就死掉了，后期就换三个大哥，嗯，那三个大哥是关系还蛮不错的，然后他们就会带我去到处去吃啊，到处去抢地盘，抢谁的地盘。这三个大哥呢，三个大哥是我前公司的主管，我前公司有一位是我的老板，然后技术主管跟一个日本的大哥，然后日本的那个大哥就是第三个大哥，日本的大哥，他总是会保护我，然后带领我去找好多吃的东西，然后想办法去，我们都会躲在店门口去乞讨，然后他是一个美食家，所以他都会带我去一些好吃的地方，然后在那边乞讨，然后那些店家都会把没卖完的东西，或者是希望赶我们走，就给我们一些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常常一起去到处乞讨，到处拿好吃的东西。然后那些三个大哥都会看着我吃，他们就很开心。然后讲到我为什么会死掉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这次的老板跟西他们第二个我的技术主管，他们因为老板有一个很需要钱，因为他女儿老板的前世啊，他女儿好像又生了什么病，他需要钱。那我身上有钱，可是技术主管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就要抢我的钱，然后他们就打架，然后就就波及我，伤害到我。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有这些钱，我要钱干嘛？所以我也没差，我就给他了。可是
技术他们看我快死的时候，还一直帮我去募款，然后偷偷帮我打电话报警，因为我们都没有钱，我们不知道住院要多少钱，然后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在保护我，也在守护我这样子，直到这次也是，嗯，啊，哦，就让我想到这是其实是那个一开始日本大哥，就是第三个这个日本大哥，他其实是美食家，然后他自己也在开美食的餐厅，对，然后技术主管跟那个老板他们都对我很好，但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了，所以会有一些冲突。但是其实很多的关系跟前世是一样，他们还是一样跟前世一样照顾我。可是当我知道，其实他们不是故意要伤害我，就那个老板他因为他有一些一定要用钱，而且我每天都带着钱，我每天都有钱，因为我一开始的那个保龄球馆阿姨啊，或者是那个阿姨都会帮我准备好钱，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钱啊，我要不是要什么东西就可以有吃的嘛，为什么要钱？所以我身上其实一直都有蛮多钱的，然后他要来讲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钱啊，我给你，我是没差，可是技术主管跟他就会打架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冲突，最后波及到我，然后我也觉得够了，我不要再体验这一世了。我死掉之前就会觉得我好痛苦啊，我好痛苦啊，我没有被爱，我不被爱，我不被理解，我不被接受，我不被理解，没有人可以理解我在想什么。我明明我想的很多很多，但是我讲不出来。然后我实际回到当时的讲话的话，我明明我明明可以讲的更多，就是类似这样，可能更慢，对，所以刚刚已经尽量的对尽量的不影响观感与体验。所以其实就是我就会觉得我一直不想，我不被理解，我不被理解，然后我觉得我不被爱，我不被爱，我都要在路边被人家欺负跟霸凌，然后被人家嫌弃，被人家白眼，被泼水被赶走，然后又臭臭的，我也不喜欢自己臭臭的，可是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然后我看到一幕是，当我在医院快死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技术主管跟不是那个我这次的老板跟技术主管他们一直在像拜拜一样，就是不要死啊，你不要死，我很对不起你。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欸，我请前世来说好了，其实我没有恨他们呐、我很爱他们，他们都一直陪伴我，早照顾我，照顾我，一直都有很多照顾我的人，我不会恨他们。可是我的老板他就怪罪自己，怪很多，然后他真的怪罪自己，怪不行，他就很恨自己。所以他明明是很好的人，但是他会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愤怒，然后他那些给自己的压力跟愤怒，他自己承受不住，他就会转到别人身上，就会跟别人起冲突。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只是大家都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换位之中持续在学习。那前世有的惯性，前世有的习惯就会一直带过来，这样子我讲话讲不清楚，含糊不清，就是前世的惯性，或者是说，我觉得讲话含糊不清对我的好处是，我有一个语域空间，当我说错话也没关系，反正是你自己没听清楚，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喜欢这种含糊不清的状态。我觉得我想要讲话含糊不清，这样我就可以也有一个那个弹性跟空间，这样对对。所以就像这样一样，我会把前世的我的惯性、我的习性，我就一直带下来。那前世的关系也会有很类似的关系带下来，这样子。好，那关于这事，我觉得，我想请问我的高我或我的灵魂，我想继续分享什么？关于在乎他人眼光这一点，很大的一部分是这一次的影响。因为我需要在街头上游走当游民，然后我的智力卡在7岁，然后我的表达能力就是这样子，我会非常非常介意他人的眼光，他人的白眼或他人的不耐烦，你都会我想讲更清楚、更快、更多，可是我讲不出来，然后恶性循环就对了，他人的眼光让我更恶性循环讲不好，然后我觉得更愤怒，我怎么讲不好，我怎么做不好，对对，这就是我会很容易受他人眼光的原因。那为什么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做，比如说像躺在草地，因为这我觉得我以前都做过了没差，我以前做过了没差，我可以的。而有时候就不行不敢，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界限，那会让我非常非常在意他的眼光。那为什么像这样子录 YouTube 是通灵录 YouTube 是可以，可是在认识的人旁边说我会通灵，我会做 YouTube，我会很不情愿，是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前世做魔法师的时候被很亲近的人背叛了，所以我就会很害怕，很害怕。所以如果是反正你们也看不到我对前面这一台摄影机的话，我就 OK。对，所以都是跟前世有很多的关联，这些都是业，都是业，那就会让我没办法好好做我自己。我原本有能力去发挥我的能力的，可是我没有办法了，就是像这样一个业。好，那所以我自己解读到我的这个前世后，其实我是哭得很惨的，只是现在我没有哭那么惨，我忍住了，也没有忍。然后我感觉到的是，我其实都是很强烈的被爱的，只是我不当时的我，我觉得为什么当时我不能理解这就是爱呢？其实我当时也不懂诶。然后我发现，我们就是来这边学习跟体验的，体验到爱其实有很多很多种，就像是我妈解释的，我妈会骂我，你怎么这么软弱啊？你怎么怎样的？然后他会苛刻我，就是我们平常不能吃太多好吃的，因为会没有钱，所以他会在这显示保龄球，对，他就会严格的苛刻，然后不给我吃太多，对，这样对做到的。那这个是爱的，当然是啊，只是不同形式的爱，所以我理解到的是，我透过一段的来地球，可能跟同样类似这群人一起持续的来，然后我们都来学习被爱，不爱是什么，如何付出我们的爱。那我会让我觉得，哦，其实我的存在对于我的朋友们、我的家人们也是爱，让他们感觉到就像是小孩或者是毛小孩，我们他们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觉得自然的觉得开心跟快乐，你就会觉得哦，难怪，所以我存在让他们也觉得放松、开心、快乐。就像想到是我的小叔叔，就是他看我吃饭吃的很好，他就笑得很开心这样子，在前世的画面中。所以或许他们的他们来到这一世的课题是很难的，他们需要去挑战不同的难度。可是因为我的存在，让他们可以暂时的，就是好好开心的活着这样子。
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为了互相彼此为了彼此爱，然后互相有不同的角色去投身这样子。然后最后这些都是爱，只是我们原本是源头的时候，我们就爱的源头嘛，爱的源头就哦，这是爱。可是我们才可以找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包括我爸爸的默默的爱啊，或者是呃，不就是种种太多的爱，嗯。然后我问问看高有什么想说的。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学习的不同的课题。那当然了，你这次最大的课题就是成为一个能力上或智力上有缺陷的人，透过这个缺陷给大家温暖，给大家爱，因为你就会说出一些很可爱的话，然后让大家会保护你，给你有爱，让大家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爱人的，有能力给予人的，有能力保护人的，互相都爱对方，只是透过不同的形式去爱对方。对，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都是类似，可能换一个不同的时代或剧本，或者换一个不同的人，然后继续来学不同的议题，或者可能还没学完的议题。对，所以像你这次觉得我很不被爱，我很不被爱，我一直不被爱，你有这个想法，对，但我们不懂了，明明这就是爱，可是对，那没关系。你觉得这样，你觉得不被爱好，那你就去一样，你去感受到真正的爱是什么，在妈妈肚子里面爱是什么，你也爱她，帮她脱离那个痛苦。所以其实古早时代很多的难产，其实是因为那个女生活在当时的时代太痛苦了，她们选择要透过这种方式离开。当然，我也选择成为他的小孩，去体验那份他的爱。因为妈妈就是自然的、无条件的就会给小孩爱，然后我也觉得我被温暖到，我是被有爱的。他也因为我的这个爱的行为，他让他觉得他是爱人的，他最后也离开了，让他脱离那个痛苦的前世剧本。所以都是为了彼此互相有爱的帮助彼此的，嗯。然后其实我是蛮感动的，然后对，谢谢今天这天的前世的补充跟高我的补充，然后我好像理解为什么这么在乎他人的眼光，讲话含糊不清，总是隐忍。那总是隐忍的部分，我感觉跟另外一个比较黑暗的事也有关系。那等一下只会另外录一集 p o c a s t 这样子。那最后高我跟指导灵或者是守护灵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我是艾莎，请说。我们希望每个人去理解不同的前世，前世发生了什么事情，前世体验了什么，透过这些种种去学习，去理解，也把前世的业、前世没度过的情绪，比如说你前世死掉之前很强烈的情绪是没有人爱我，把这些东西去理清楚，把它顺掉。嗯，其实你前世的家就是你现在的家人朋友都是一样的，你们就是不断的轮回而已，只是角色会换，会不同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去看自己的前世，或者是从你现在身上不舒服的点去看，去理解，去理清，慢慢的、慢慢的把那些前世放不掉的结、情绪或放不掉的习性，慢慢疏通、梳理掉，然后你就不会有再被压住的那些，让你没办法做自己的光，因为原本是这样光亮嘛，那你现在是很小很小很小，但是我们把前世的那个
业啊，全部清掉，你就可以原回到上面了。其实大家都是互相爱对方才会来这边彼此学习的。其实伤害他的人也是爱对方，所以我选择伤害你，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互相扮演不同角色来体验。一直被伤害的人也是因为爱对方，所以选择直接被伤害。一直伤害的人，他也是因为爱对方，所以才选择来这边伤害他人。种种其实都是爱，只是透过实际在三维的体验，实际在三维的经验经历，你会发现这些都是爱。你会跟在源头上面理解爱，在源头上面你对这世界的认知、感情、感受丰富度完全不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来，然后可能来到这边会很多的痛苦、创伤、折磨、不舒服、想死我们就安排让你就死掉离开，然后再来，直到差不多了，你都学会了，你都可以差不多，那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些全面累积的议题，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样安排的原因。所以为什么会即使现在下来到3维之后就回去，然后还会再来？因为很多很多我们还没体验过的剧情跟议题。生活在这个时间点的台湾，或是这个时间点的地球，你就想到它的议题可能是什么？东亚的强权、东亚的父权、高压的男尊女卑、高压的欺负等等的这些议题，那可能有不同的时间线是到星际旅行、星际战争，这是有的星际战争跟不同的地方打战，或者是去亚特兰蒂斯高科技、高文明的，就是有很多很多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剧本让你选啦。但通过这些剧本，你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那你们就刚好进来到这个剧本，就到现在，而且这个剧本已经假设这条剧本是这么长，那你们大概到这边了，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当然，他如果学不够，他才刚进来，他就会继续到这边呢，所以就是继续学习而已啦。对，透过不同的剧本来学习，最终学到这些，你会更丰富，然后你会有更多的体验、跟感受、跟学习，也会更爱自己的身边的所有人。对，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一起，回到源头，回到合一的状况。那中间当然有很多冲突，很多不舒服，这些都是来这边要经历的。如果我们都很相爱，那我们就不需要来这边。我们来这边可能有言语上表达不利索啊，很多很多的状况。那这些最后就是学习到这些都是爱，就这样没了。好，那谢谢艾莎，谢谢高沃指导灵的补充，然后我们这集大概就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心得呢？欢迎留言。然后其实我一直完美主义吧，不太敢全部放手让前世或者让艾莎来讲，这是我的议题。可是我好像要怎么学习放下我的头脑，就像刚刚艾莎在讲的时候，也是很多还是我头脑在介入，所以这些都是还在学习当中的议题。然后很感谢大家愿意支持我观看，然后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在不同时间线都是不同的家人，互相陪伴彼此。谢谢大家，祝福大家。那我们就到这边咯。那另外一集的 Podcast 的链接我再放在下面，那就先到这样子啦，谢谢，拜拜。